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师庄佳颖。现代人呢压力大，经常要熬夜工作，就容易感觉到疲劳，长久下来呢就容易生病啊，而且还可能引发癌症的产生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从阴虚、血虚、湿热这几个体质谈起，看看中医有哪些优势，帮你提升身体的修复能力。什么是阴虚体质啊？有些人呢容易亢奋，静不下来，就很躁动，爱发脾气。尤其是很多女性的患者啊，过了40几岁之后呢，雌激素开始减少，就容易上火，睡不着，身体潮热，这些都是阴虚的现象。我有个40几岁的乳癌患者啊，生病之前呢，工作非常的操心，经常亢奋呢，睡不着觉，就容易焦虑、口干。那在得到乳癌之前呢，他就已经是阴虚体质了，那就找我做术前的调养。那我一诊断呢，他是阴虚火旺体质，就是潮热、盗汗啊、焦虑、失眠、口干都有。我就开了黄连解毒汤、血府逐瘀汤，加上汉连草、天门冬这些呢，又抗癌又消火气的药物。那手术之后呢，他就紧接着马上做荷尔蒙药物的治疗，吃了药呢，又开始不舒服了。不管是手术后的电疗啊，或是荷尔蒙的治疗啊，这些呢都容易耗损元气，尤其是呢容易伤阴。那我就对他采取滋阴的方法，用甘露饮啊、麦门冬啊、桑叶、菊花、汉连草这些药物，让身体失去的营养物质呢慢慢的恢复，防止阴虚体质呢转换成癌症，这种事情又再度的发生。所以简单来讲，这些药物呢就是帮他预防癌症复发。我们中医认为呢，癌症就是癌毒，容易化火，因为癌细胞一直在扩张，它这些过度的代谢生长呢，会消耗掉我们身体的能量跟物质，所以得癌症的人呢，会因此体质会容易变成阴虚体质，就会觉得得到癌症之后了，好热好热，然后身体常常的体温都偏高这样子。特别是更年期后的女生啊，如果要防癌，中医会用滋阴的方法去帮她。研究有发现说，滋阴的方式呢，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。有些人呢，就去把肺癌细胞做筛检，然后把这些人呢做体质的鉴别，发现呢，肺癌的患者就是以肺气虚跟肺的气阴两虚为主。那我就常常帮肺癌的患者使用天门冬、麦门冬，那对于肺癌的细胞就有抑制的作用。滋阴可以帮助阴虚体质的人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，身体这些异常化生的细胞呢比较不容易增生。所以呢，有阴虚体质的人呢，我会建议说，你可以喝点茶当保养，可以喝沙参玉竹茶，北沙参10克，玉竹10克，冲泡焖个20分钟呢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常常觉得最近口干舌燥、心烦气躁、睡不太好，然后身体热热的，这时候你就可以泡这样的茶，有滋阴润燥的功效。特别呢是这些肺胃阴虚的患者比较适合。什么是血虚体质啊？这类的人呢，常常会有头晕目眩的困扰。那眼白下面啊，这些这个眼睑把它翻开来就是白白的，然后整个脸色是比较蜡黄的，甚至整个脸都是苍白的，这些是比较属于血虚体质。那血虚体质呢，容易好发的癌症呢，就是跟血比较相关的癌症，像是肝癌啊、乳癌啊，这些就会跟肝血虚比较有关系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里面就有说到，5期阳明脉衰，那年纪大的女生啊，就会因为这样子容易得到肿瘤，像是乳癌啊、子宫内膜癌啊，特别是乳癌，乳房是肝经所走过的地方。那你如果肝血不足的话呢，就容易导致乳腺癌的发生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家族是有乳腺癌的体质，还有很多像是什么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啊、骨髓纤维化啊、部分骨髓的癌症啊，都是属于血虚体质的范畴。像我有个肝癌的患者他要做第2次的肿瘤栓塞，他就过来找我看诊，但他的脉象呈现抠脉就是伤精亡血的脉象。那中医说肝藏血啦，肝经在濡养
这方面的物质是不够的话呢，免疫系统就没有办法对抗癌细胞啊，也就是说它肝经抗血能力就不够。那他又是肝癌患者，所以这样子当然不行啊。所以他上次做完3筛之后呢，身体就没有对抗病邪的能力，癌细胞又再度长出来。那这个患者呢，就来找我，在第2次栓筛之前呢，就来找我做抗癌的治疗。那我问了一下这个患者呢，他在家族企业负责业务的工作，那免不了就要应酬，有时候呢就是要抢那种时效性的单，跑业务，加上不正常的生活作息，这些都耗伤阴血，再加上他又有肝癌的家族史，那我就用温经汤把这里面的当归加大剂量帮他养肝血。那患者呢年纪快50岁了，所以呢大剂量的熟地黄我也有用，可以补肾阴养肝血。然后呢枸杞子麦门冬对养肝血也有帮助，我也帮他用了，再加上抗癌的半支链。那他做完第2次栓筛之后呢，经过半年1个月调理，再来做检查，肿瘤指数都非常稳定，影像学也非常好，他血虚体质也纠正过来了，那就表示说呢，他的抗癌能力变好了，就比较不会呢有这些促进癌症的生长因子存在。那我会建议这些有血虚的人呢，可以吃黄芪、红枣、枸杞汤，就是呢你常常补气养血养你的肝血。你可以用黄芪15克、红枣10克、枸杞10克，把这些呢加进水里面，用1000cc 的水把它煮个半小时，然后过滤之后饮用，就可以补气生血。那适合呢，常常觉得熬夜完之后就很累，然后眼睛常常酸酸涩涩的人就觉得很疲倦，这些呢属于肝气虚、肝血虚的人可以喝。有些人是湿热体质，什么是湿热体质啊？就是消化不良啊、暴饮暴食啊、吃过多的油腻食物、甜食之后啊，就会容易长痘痘，然后就会觉得心烦气躁，然后就会觉得口疮啊、舌疮啊、唇疮啊、湿疹啊、大便黏腻啊、拉肚子啊、大便很臭啊，然后一直排气，这些都跑出来了。那这样子的人呢，就是湿热体质的人。那湿热体质的人呢，容易导致发炎的细胞在肿瘤组织里面聚集，让肿瘤呢更容易导致发炎的状况，这就是湿热跟癌症的关系。所以很多癌症体质的人啊，如果他又夹杂湿热体质啊，有时候肿瘤呢就会长得比较快一点。那中医理论认为说，湿热会形成毒瘀，让局部的病理产物本来就容易增长，往毒的方向发展，让气血运行更不畅。那体质呢也会往瘀的方向发展，变成了又毒又瘀。这就是湿热体质呢，往往会发展成癌症的原因。那你如果本来就是一个癌症，你已经抗癌成功了，可是你湿热体质都一直没有调养好的话，那当然对你抗癌不利呀。举例来说，有一些呢是因为病毒感染所引起的癌症，然后这样子的病毒感染它本来就是跟湿邪、跟湿热有关系。那比方说一些很局部的慢性的病毒引起的这些发炎反应导致的癌症，比如说子宫颈癌，它是跟 HPV 人类乳突病毒有关系。那这些呢，中医也会帮它当作是湿热邪气导致的肿瘤化生。那还有部分的大肠癌呀、直肠癌呀，还有部分的胃癌呀，还有部分的我们的鼻咽的肿瘤啊，或是很多胆管癌啊、大肠息肉的癌前病变啊、胃部的癌前病变等等，这些都是湿热体质容易形成的癌症类型。像我有个女生患者，她是子宫颈的癌前病变哦，那之前是轻度的。经过3个月、半年再追踪，变成中度他就把局部的病灶把它切除掉之后，3个月之后呢，发现还是有轻度的癌症病变。那主治医师说，这个如果继续病变下去是有可能变成子宫颈癌，但现在还不是，我们继续追踪。那患者就觉得非常痛苦，他觉得好像身体里面有个不定时炸弹一样，他不想再这样子等待下去，可是他也不想因为这样子就把整个子宫都拿掉，所以他就来找我做中医的调理。那一问之下呢，这患者的白带非常多，又常常泌尿道感染，那这表示真的有一个湿热邪气在体内。那这个子宫颈呢，在不健康的条件之下，病毒反复的侵害，就容易变成他身体一个实质的病变。那我就帮这个患者开了白头翁汤、葛根黄连黄芩汤，又放了苍术黄柏，然后呢，请他像高糖
高脂肪的这些食物，这些促进湿热的饮食都先戒掉。调了1个月之后呢，这些白带啊、泌尿道感染啊相关的症状都没有了。然后在3个月之后呢，我请他再去做检查，就变成只有轻微的发炎而已。然后在6个月之后再做检查，他的抹片呢就一切都是正常的。那像这样子湿热体质的人呢，我们建议呢可以喝点去湿热的茶饮，像是薏仁、茯苓茶。比如说像薏仁15克啊，茯苓10克啊，冬瓜皮10克，这些呢，如果你觉得最近都常常容易身体肿肿的、重重的，反复泌尿道感染，那多喝点水呢，就觉得整个身体都肿起来，那就可以喝这样子的茶饮。你可以把药材加入1000cc 的水，把它煮沸之后呢，转小火煮个20分钟，你就可以把这样子的茶饮啊，当做你日常生活想要喝的这些水。那当你呢觉得是身体湿热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呢，喝这样的茶饮就可以清热利湿、健脾利水。这一集呢，我们介绍怎么样把偏差的体质纠正回来。我们讲阴虚，讲湿热，讲血虚。那阴虚体质的人呢，过度温燥的食物、烤炸辣的食物就不要吃；湿热体质的人呢，高糖油炸的食物呢不要吃，辛辣食物也不能吃啊。血虚的体质呢，生冷的食物会耗损气血，就不能吃。还有啊，气虚也会血虚嘛，所以呢，过度刺激的食物也会损耗气血，也不要喝，也不要吃。那这些体质呢，其实这样子的饮食注意搭配中药调理，是可以更有效率恢复健康的哦。大家学汉医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